你怎么在美国？我为什么不能在美国？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你觉得你从10几米开外像个坦克一样冲过来，连声音好都没有，就想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儿他爸是谁？这是一个市长夫人应该有的素质和仪态吗？尤其是当着令公子。你好，淑珍。你认识他？你们怎么认识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给你们介绍的？那么紧张干嘛？我不过是跟令公子见过一面，至于吗？你闭嘴！他是妙英一个朋友的同事，我们在商场见过一次。哼。我再问你一遍，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你不觉得你问这个问题很无聊吗？我没有这个必要告诉你。我警告你，如果你继续打扰我的生活，我绝对有能力让你消失。市长夫人霸气侧漏，我好怕怕。永远别让我再见到你。那可不一定。我记得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这不是很快又见面了？我们回去。啊，就是那个人，对吗？我要发过誓，这个事情就烂在我自己肚子里，我谁都不告诉，包括你，我的儿子。刚才我实在是没有控制住自己。不是上次您来美国的时候，您不是告诉我，那人跟我爸已经断了吗？你爸是这么跟我保证的，我也是这么相信的。那他现在出现在美国，是我爸安排的吗？这我不知道。他们俩彻底断了吗？我不知道。我要问你爸，这孩子是谁的？刘文，是我。玉文。喂，喂，玉文，玉文，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是在用你的手机和我通话吗？叔啊，怎么了，玉文？我看见他了。谁？刘彩琪。我问你，他为什么会在美国，会在旧金山？我不清楚啊。你怎么会不清楚呢？我当时就是安排让他尽快离开国内，其他的事情就没有再过问。你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不知道啊。那他怀着孩子，你知道吗？谁？什么孩子？就是他刘彩琪。我刚才看见他的时候，他大着肚子，肚子里的孩子已经8、9个月了。我不知道。叔啊，
如果这个孩子是你的，如果你还在欺骗我、隐瞒我，那我就告诉你，这个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将会是身败名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他不是像一个情妇那么容易好隐藏，他就是一颗随时可以爆炸的炸弹。冷静，冷静，玉文，一定要冷静。你看见他的时候，舒澈在不在旁边？在。舒澈现在在你身边吗？在。那么就是说，他也知道这件事了？我实在是控制不住我自己。太不理智！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要让舒澈知道，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后果？他是你的亲生儿子，再恶劣的后果，他也不会去害你呀！你小心谨慎地防着你的亲生儿子，你怎么会去像防贼一样的防着那个时刻会危险你的仕途、危险你的声誉、毁掉你的家庭的贱人？好了，宇文，我向你发誓，我跟他已经彻底的断了，并且我也已经跟你保证过，绝不会再犯此类错误。咱们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你这样，你现在离开舒澈，去你的房间。不能让他听到我们之间的谈话。完成。我现在在里屋了，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这个孩子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你的？我一无所知，我真的不知道。你不知道？相信我，玉文。那要是他打算把孩子生下来，生米煮成熟饭，再去胁迫你，你怎么办？你倒是说话呀！我安排他过去，让他搞定一切，你放心。你跟他说，不管他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这个孩子生下来。只要这孩子是你的。我知道，在他没有到美国之前，你什么事情也不要做。我知道。另外，关于舒澈，你不能让他知道更多的了，要控制好他的情绪。宇文啊，因为我的一次不检点，让你一直担惊受怕到现在，对不起。叔王，如果你不是现在的你，我就不至于人道。我既不能对任何人去诉说我的委屈，又不能去对小三穷追猛打。为了保守你的秘密，保护你的名声，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把所有的委屈打碎了也往自己肚子里咽。我再一次向你保证，下不为例。宇文啊，我现在知道了，被选择放在这个位置上，人们就会用非常人的纪律和道德来要求我。我完全失去了普通人的自由，更没有1秒钟可以犯所有男人都可能犯的错误的资格。同
同时我更清楚，你我是永远捆绑的一体，谁也不能把我们拆分。我爸怎么说？是我误会他了。那个女人的孩子和他丝毫关系都扯不上。你爸没有撒谎，他和他早就断了。现在那个女人的一切都跟他无关。是真的吗？是真的，是我神经过敏，庸人自扰。你别受到我的情绪影响啊！好在这一切糟糕的、不堪的都已经过去了。杨云，喂，叔叔啊。你出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哦，我回家来拿点东西。我看你这么晚了没回来，我以为你今天晚上陪你妈住呢。那我明天早上一早就回去啊。哦，那行，那你今天就在家里住吧。嗯，好，那没事，我挂了啊。喂。啊？上次我们在商场遇到的那个鲁尼，你有他联系方式吗？我没有啊，你找他干嘛呀？哦，没事儿，明天见面再说吧。好，那你早点休息啊，我挂了。拜。拜拜。Morning。这一路上给我堵的呀！吃早餐了吗？
要不要来杯咖啡？先坐下吧。哎，干嘛那么严肃啊？你昨天晚上跟我要鲁宁的电话干嘛呀？你真的不认识刘彩琪吗？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回答我。好好想想，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忘了告诉我？如果我和舒澈的谈话到此为止，或许还会有一段好日子，更或许能熬过劫难。但是没有或许，这时我想起对舒澈的承诺，于是我决定说出最后一件他不曾知道的事情。舒澈，我承认这事儿我确实对你隐瞒了。我认识刘彩琪。3年前，他做过我爸的特别助理。为什么呢？之前我们说好的，对对方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隐瞒，你也答应过我。我还问你有没有隐瞒我什么事儿，你说没有。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跟我妈昨天去超市，遇到刘彩琪了。然后呢？后来我妈告诉我，刘彩琪是我爸爸的情人。青雅，这些你都不知道。我发誓，我真的完全都不知道。3年前，他是你爸爸的特别助理，然后跟我爸爸在一起，变成了我爸爸的情人。现在他突然出现在美国，在你爸合作的商业伙伴的部门里任职。好巧啊！哎呀，你到底还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秘密？没有，你的回答快的我都没法相信你了。真的没有。没有。你干嘛呀？你干嘛？找刘彩琪啊！你找他干嘛呀？我要知道所有的事情，把钥匙给我。不行，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舒澈，你不能去，舒澈，你就非要知道所有吗？我们过2人日子不可以是吗？难道我像你一样，在整件事情里把自己变成一个瞎子、哑巴，还有傻子吗？不管当什么，至少我们能在一起。妙阳，即便是为了爱情，我也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一个把头塞进沙子里的鸵鸟。我给过你机会。
the sir would like to see Mr. Strong. Do you have an appointment? No, please tell him that Shucho comes. Okay, please wait a moment. He's replying to an urgent email, so it may take some time before he can answer. Okay, no problem. Okay, Barbara, could you please prepare a cup of coffee for Mr. Shucha? Yes, sure.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I will inform Mr. Strong. Okay. Where is he? He was just here. Oh, strange. Okay.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这可真是万万没想到。请进。想喝点什么？不用，问几句话就走。随便坐。你和我爸的事儿，在你第一次见到我，你就想告诉我这个。请原谅一个长期被刻意隐藏的女人，总是忍不住想证明她的存在，总是想让人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份感情，哪怕它并不道德。好，现在我找到你了，我相信有很多我爸妈死都不愿意说的事儿，在你这儿我可以找到答案。你想知道什么？问吧。你的孩子是？你爸爸。抱歉，我这么坦白，但我100%的确定，他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爸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告诉他。要不是那天在超市巧遇你妈被他发现，我会等到孩子出生以后才告诉他。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知道，是不会让我把他生下来的。
你们断了吗？你爸怎么说？他说断了，断得一干二净，我们从此是路人。当然，这是对他最有利的说法，也是最明智的选择。可我们还有这孩子的联系啊，关系说断就断，感情能说断就断吗？这你要问问他。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他们知道。你替谁问？我自己。我甚至可以安于现状，接受见不得人的地下身份，但我想要被承认，承认他对我有感情，承认我的存在，不是被一笔勾销，好像从不认识、从没发生过一样。你觉得这个孩子能够成为你们切不断的联系吗？至少现在，是我跟他之间唯一的纽带。你来美国是我爸安排的。当然，我跟你爸的事情被你妈妈知道以后，书王要求我暂时离开，因为他是高官，民众会理论要求一个公权力的执行者具有极高的关于操守及私德水准。一旦我们的情人关系曝光，将是对他仕途的沉重打击乃至摧毁。这个利害关系我当然懂，所以我听从他的安排来了美国，并且保证暂时不回国。那你怎么会到 CE？ 而且在鲁尼斯特朗的手底下任职，是程伟安排的吗？当然，难道要你爸亲手安排我？那你在美国的一切都是程伟来安排的吗？上上下下都是程伟，甚至包括你认识我爸？是。当初他跟你爸建立联系以后，总不能每次传递消息都要他们两个亲力亲为吧？为了避嫌，我就成了他们之间的联络人。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程伟之前就已经策划好的吗？你指什么？他接近你爸，还是我接近你爸？都有。感情这种事儿能事先策划吗？我不知道，就像你和
夏琪承认，一切始于你爸，源于你爸。我丝毫不知道他和你爸的事儿。这事儿没有故意对你隐瞒。其实你知不知道，有没有对我隐瞒，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你还是在怨我。从我们上次复合，你虽然一句责怪我的话都没说，但是已经心有芥蒂了，对吗？我能够体谅你夹在我和你爸之间的身不由己，我能够理解你所有的无奈，所有的委屈，都不会责怪你。但是对我隐瞒，不是你唯一的选择，你还有别的选择。你可以站在我的身边，跟我共同面对。如果你这么做，至少能让我感觉，我和我最爱的人一起在对抗他们。可是你选择的是沉默与顺从，配合他们的一切。是与非之间，默许也是一种助纣为虐。是，我承认。我既没有勇气，也不够勇敢。我没有勇气去拒绝我爸，我也不够勇敢和你站在一起和他们抵抗。我没有资格，也没有立场来要求你勇敢。但妙言，我和你终究不是一样的人。我的爱情有是有非，我做不到只要两个人相爱，就算深陷泥潭，也不闻不问不管。你爸用钱色拉我爸下水，肮脏龌龊到了我能够忍受的极限。你认为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没有被玷污，
还纯洁无瑕吗？你认为我们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在一起吗？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吗？对不起啊，苗英。我现在只要一见到你，我就没有办法把你跟你爸分离开。只要我跟你在一起，我就躲不过，我也甩不掉他。他就像我身体里的一个毒瘤，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它彻底割掉，包括被玷污的部分。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和你家有一丝一毫的联系，所以我们到此为止，彻底结束。既然我不能改变他们，改变这个世界，那至少我可以不被他们，被这个世界改变。我不认他是我爸，可以吗？可以吗？我现在出去一趟，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搬走了。
这个好。阿威哥，怎么了？我跟苗莹正式分手了。如果在1个小时之内她还没回家，请你找到她。还有，这段时间她的情绪可能会不太稳定，照顾好她。阿伟，我。Sorry,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Please. 我靠！舒澈，不是吧？喂，阿维哥，出事儿了！我姐突然被舒澈分手了。分手？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啊？哎，不知道啊，这都消失2个小时了也没下落。我把我朋友都撒出去，满世界找我姐，到现在还没找着，没辙，只好给你打电话了。哎呦，你怎么不早给我打电话呀？哎呦，你就先别怪我了，能不能给个有价值的线索先？你等会儿让我想想啊。啊，我想起来了，我知道他有可能去一个地方。你这样，你现在马上开车过来接我。行，我马上就到啊。来这儿干什么呀？这是之前舒澈向你姐求婚的地方，现在估计成了他伤心的地方了。走，快点儿。哦，这你都知道？
姐，你又和叔叔闹分手了？这次是真的分了？那你们这都为什么呀？不是你倒是说话呀！跟我们回家吧。先回去吧。妙言，失去他不代表失去一切。姐，你和叔叔真没办法挽回了吗？行，我揍他去。哎，小陈，别拉着我！你这干嘛呀？啊！说他妈分手就分手，说我就我又他妈分手，为什么呀？陈然，你别跟着瞎搅和了，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行，那你告诉我，你和叔叔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我真的好羡慕你什么都不知道。我希望你能一直像现在这样随心所欲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像我一样。身上永远烙着这个家的印记，还得背着伟业继承人的负担。我就连学什么样的专业，人生的路可以怎么走都没办法自己做决定。现在，我甚至连爱什么样的人，能不能爱，能不能结婚，最后到底能不能在一起，我都身不由己。那你和叔叔分手？还是和咱家、和咱爸有关系吗？我真的好累呀！我不想再去想这些，我只想好好的能睡一觉。能让我睡着了，什么都不去想。你这是干嘛呀？把它喝了。
什么都别想，好好睡一觉。睡着了，今天操蛋的事儿就过去了。明天呢？明天再应付明天的操蛋。天明，谢谢。我最糟糕的时候，你都陪在我身边。快睡吧，别着凉了。我姐睡踏实了。啊，睡着了，好好守着你姐。今天晚上你就别睡那么踏实了，听着点她的动静啊。必须的。那我就先走了，你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我随叫随到啊。行，谢谢你啊，哥。我程然。程然，你姐呢？我打了她一天的电话，她都不接。我是想通过她找舒澈，舒澈也是。公司找她有事儿，一整天都联系不上她，先是不接电话，然后就直接关机了。我姐和舒澈分手了。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不过这次好像是真的。昨天晚上她回来，灌了大瓶 whisky， 之后一直吃到现在。那我去看看她吧。不用了，让她再多睡会儿吧。那你先看好你姐啊，我们俩随时通着气儿。行。嗯，拜拜。舒澈，我知道你在里面，舒澈。我听说你和妙莹的事了。我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状况，但我知道其实你心里面特别担心她。我来就是想要告诉你。程然已经接妙莹回家了，她身边一直有人陪着，你放心。可是，我们都很不放心你。你想跟我聊聊吗？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待着，要比和我聊聊更好的话，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拜拜。
不都已经过去了吗？你们这半年不都一直都好好的吗？怎么忽然就又……身边的人都以为好好的，我也是。实际上，越来越糟。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半年前已经走了吗？还是说你压根儿就没走？没错，我到了机场就折回来了。幸亏我当时没走，我要是当时走了，我就不会知道现在妙莹有多可怜，你他妈有多混蛋！你干嘛？你给我起开！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揍你？因为你一分体谅都不给妙莹，让她受一肚子委屈，到头来给她最大痛苦的人居然是你！别人都是坑爹，她是被她亲爹给坑了，你这点应该比谁都清楚吧？说话呀！说话！你干什么？你看谁不爽，你跟谁死磕去！捡个最爱你、最疼你的女朋友来撒谎，你他妈也算是个男人啊！我跟他分手，至少他不用再做那些他不愿意做的事儿，他不用被夹在他爸和我之间，两边撕扯。他不用再去忍受那种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委屈。如果跟我在一起，永远都是没完没了的委屈、担忧，甚至是恐惧，我宁愿长痛不如短痛。真的无法挽回了吗？如果连让你爸出轨的情妇都是他爸亲手送上门吗？你认为这两个人还能在一起吗？听到舒澈这句反问，我知道他和妙莹真的结束了，即使他们两人依然相爱。我的悲伤既为妙莹的委屈，也为舒澈的惨痛。爱情里不问是非，很多人是这样认为，也是这样做的，但舒澈不是。我呢？如果是我，会怎么样呢？
舒澈，开门。怎么了？这是？你跟谁打架了？你这是怎么了？这儿啊？你这些天你都睡沙发呀？你到底和谁打架了？你怎么突然就跟大家失联了？怎么突然就跟妙莹断绝关系了？我见过刘彩琪了。他来找你了？我去找的他，因为我想知道真相。现在我知道了，刘彩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爸。这个女人她到底想干什么？她是不是不甘心就安安静静的从我们生活中消失啊？她的目的就是为了拿这个肚子里的孩子来胁迫你爸，胁迫我，胁迫我们来接受他，长期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贪得无厌，无休无止的索取利益。我还知道，刘彩琪之所以会认识我爸爸，那是接受了程伟的安排，替程伟公关。程伟跟我爸之间激起了所有官商勾结的套路，权、钱、色。舒澈，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呢？这些事儿，您之前就知道了是吗？你爸接受陈伟的钱，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了你。他笑纳陈伟安排的女人，那是为了谁呢？我不许你这么侮辱你父。妈，如果钱可以因为亲情之名高尚化，如果色可以因为人性之名合理化，那么任何行贿受贿的腐败之举，还有什么不能洗白？我可以把我爸跟程伟的合作修饰得特别美好，说他们是惺惺相惜、为国为家。至于您，可以视我爸的出轨为情之所至，因为爱情。可是世人会怎么说啊？我可以因为我得到了既得利益，去原谅我爸；您可以因为夫妻不可拆分，睁一眼闭一眼，去宽容我爸。那别人呢？为什么要原谅他？妈，你们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光是刘彩琪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就够你们忙乱一阵的了。我爸怎么面对，您怎么处理？很抱歉，我无能为力。您都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开始，我就更没有办法让它结束。所以现在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我求你们了，不要再以为了我好的名义，让我去接受我不接受的价值观和人生。别管我，让我安静的读书，过我自己的生活。叔啊，我和舒澈谈过了，果然是这个刘彩琪，她把什么都告诉儿子了。她到底想干什么呀？那舒澈是什么反应？她和妙莹分手了。他这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宁愿舍弃和妙莹的感情，也要和程伟划清界限。是不是也要跟我划清界限的意思啊？
他把我也划到你那边了。刚才我是被他赶出门的。咱们的这个儿子是越来越麻烦了。朱旺，你的麻烦，我们的麻烦，都不在于儿子。他心里再不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再不接受你的价值观，他也不会伤害到你。刘彩琪就不一样了，她才是我们的麻烦，早晚是个祸患。我知道，陈伟马上就回到美国，一切都交给他处理，包括后话。交给他办，你放心吗？他现在跟我们是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处理不好刘彩琪，他也会有麻烦。要是他也解决不了呢？你放心，他比我们更知道该怎么做。姐，情况你都清楚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你说这舒澈怎么主动去找刘彩琪了呢？以这个女人的嚣张气焰，就算今天舒澈不去找她，她也早晚会蹦到舒澈的面前。我就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为什么要告诉舒澈？难道你看不出来她贼心不死？你以为把她送出国就完事了？她1分钟都没有想放弃这层关系。她为什么要悄悄怀孕，坚持把孩子生下来？她就是要逼迫舒旺，甚至逼迫我，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接受她阴魂不散的存在。她宁可做个地下情人，国外二奶，她也要咬住舒旺不撒嘴。可能她还会觉得自己委曲求全呢。哎呦，我原来真没看出这个女人这么大的野心。你把她送出国，交给鲁尼看管，那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她怀孕了？如果我要是知道，今天的一切事情就不会发生。现在这个女人跟她的孩子，那就成了顶在咱们脑袋上的一颗雷呀。我看她的肚子也有7、8个月了，鲁尼不可能不知道啊。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哪知道啊？所以一会儿我要去跟那个鲁尼聊聊啊。都蠢到要问到鲁尼头上了，你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呀？你不了解刘彩琪的手段，你不就是因为了解了她的手段，你才把她送到舒旺面前的？哎，姐，哎，我可从来没受益过她。哎呀，行了行了，别在我这儿装无辜了。男人那点事儿还用说吗？刘彩琪先搞定了你，然后又搞定舒旺，现在又搞定了鲁尼。程伟，我说你脑子进水了，你把刘彩琪弄到旧金山，你就不怕她接触到舒澈和妙英啊？啊，姐，这是我疏忽了。哎，可当时我首先考虑的是，把刘彩琪安排在美国生活，而她始终要处在我的监管之下，禁止她贸然回国。而监控她这个人，必须是我信得过的，跟我有利益来往的人，所以我锁定了鲁尼。至于我跟舒旺、舒澈跟妙莹的恋爱关系，我一个字儿都没有跟鲁尼提过。哎，他只知道刘彩琪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至于她从哪儿来，原来干过什么，鲁尼更是一无所知。哎呀，谁想到啊，旧金山这么大，他能跟舒澈跟妙莹碰上啊？哎呀，我更想不到，你说这个女人怎么会这么处心积虑？舒旺应该跟你说过，我想再强调一遍，不管你用什么手段，绝对不能让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保证。
舒澈和妙莹这俩孩子怎么办？高攀不上舒澈，是我们家妙莹的损失。可这话反过来说，他们俩现在分开了，我们不是更安全吗？你还真是能成大事的人。爸，你回来了。你姐呢？楼上呢。哦。她这几天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真怕她出点事儿，所以寸步不离。算你干点正事儿。哎，要我陪您上去啊？我打完这局，你玩吧，我跟你姐单独说点事儿。姐，这2天没睡好吧？脸色怎么那么差呀？你这怎么还喝上酒了？你大老远的赶回美国来，就是因为担心我？我就是因为担心你啊！我听说你跟舒澈分手了。我跟他分手，你不是应该更放心吗？爸爸这件事儿做的确实自私了，可我真心不希望看到你跟舒澈分手。那你回来干嘛？你是叫我去挽回，还是教我释然啊？面对你跟舒澈10几年的爱情，我现在说什么都是轻飘的。但是爸爸还是想劝你，既然现在这样了，那咱们就不如把这段感情暂时放下。如果你们真心相爱，就暂时放下了也不会失去，对不对？如果舒澈有什么想法的话，时间可以包容一切，冲淡一切。也许过段时间，过段时间什么？过段时间等你地铁车厢陈建全拿到的时候，我再回去挽回我的爱情吗？当我的爱情让你可以依附权力的时候，你利用它，你需要它；当它阻碍你的利益的时候，你要抛弃它，你让我毁了它。苗莹，我真不是为了自己利益就不顾女儿幸福的父亲。你难道不是吗？我的爱情，我的幸福，在你眼里算什么？在集团利益面前又算什么？微不足道吧。
你放心，我跟舒澈不会再阻碍你们了，我也再也不用你们担心了。你出去，你不要过来。爸爸就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有用吗？出去。对不起。哦，我问您晚上吃什么？进来。陈总，他老来了。哎，鲁尼，张伟，在外面等我。来，来给。在谈公事以前，我要问你件事。说。刘彩琪怀孕，你知不知道？我知道。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程伟，他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任何人吗？我想这是他私人生活，我应该尊重。你要知道，这孩子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也影响到别人的命运，你知道吗？那冒昧的问一句，孩子是你的？你不方便回答我，收回这个问题。陆尼，你就清楚一点，不管这孩子是谁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私生子的问题了。它不但会影响到我们的合作，甚至会威胁到我们能不能拿到地铁项目的竞标。这么严重？就这么严重。那你打算怎么做？那都这样了，我怎么做？我只能见他好好聊聊。行了，我们现在开始谈公事吧。对于我们伟业提出的一揽子合作计划，你们 C 董事会的最终决策是什么？为了保护核心技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董事会那几个老古董多次否决你们买断技术的合作计划，不同意出卖技术，只想卖给你们产品。对，我们是买方，你们 CE 是卖方。但是巨大的中国市场，让我们完全拥有了选择卖方的底气。你要让他们搞清楚，在这种生意里是买方市场。如果你们 CE 固步自封，一定要捍卫自己的技术垄断地位，那对不起，我们伟业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程伟，
请你给我多一些时间，我去游说他们。陆尼，我已经给你很多时间了。今天我就开诚布公地告诉你，就在你们 CE 公司犹豫不决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和日本、德国的很多国际企业进行了洽谈，其中有很多公司完全接受我们一揽子合作计划，因为他们比你们 CE 更清楚，一旦他们拥有了中国市场，那么他们就拥有了让自己企业百年兴盛的可能。如果不是基于我对你的友谊和信任，你们 CE 公司早就在我们的选择名单上出局了。那我此前一切的努力，我们共同做出的努力就白费了。所以我请你敦促 CE 董事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个最终的决策，做还是不做？我怕中方强硬催逼会引发保守派的对立情绪，反而令董事会做出不利于我们的决定。如果像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陆尼，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很遗憾，我没有时间再等了。陈伟，你让我想想办法，好吧？我知道你最近会跟我联系。我到美国了，见面聊聊吧。好啊，聊吧。欢迎到我的公寓里做客。那是你的私人空间，我就不去打扰了。加州这么好的阳光，咱们不能辜负了。约户外吧。OK。好久不见。我变化这么大，有没有吓到你啊？我胆子有那么小吗？上车聊。这孩子多大了？差13天就9个月了，还1个多月就要生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瞒的是严严实实啊？怎么，想憋个新闻上头条啊？这不是应该感谢你把我扔在美国后就不闻不问了？哎呀，你说，你都瞒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干嘛非得选择现在这个时候，跳到他们家人面前显示你的存在感啊？还有。你干嘛要跟舒澈说呀？你这是犯了大忌，你知道吗？出现在他太太和儿子面前的时机不是我选的，是撞上的。这肚子大了，藏是藏不住，我可什么都没说，他太太自己就疯起来了，这可赖不着我。至于我告诉了谁，说了什么，也由不得我。舒公子自己找上门来问我，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对他撒谎而已。子晴，你是个聪明女人。当初我为什么把你送到美国，给你安排了这一切，又给了你足够的钱，就是想你暂时的销声匿迹，在美国安安稳稳的待几年。然后呢？几年以后他就会来找我，让我重新回到他身边。时间会改变一切的，这几年的时间，
啊，会发生多少事儿啊？啊，你说，你年轻，漂亮，也许你一转身，碰上桃花了，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你和他是不是就都松了口气？以前我是你公关的一颗棋子，是他一时的感情抚慰。我现在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你们就想弃子了，是不是？可惜呀，我没有按照你们的剧本发展剧情，而是擅自增添了一个人物。有了他，你们再也不会无视我的存在。说吧，你想用这个筹码换什么？我的孩子不会成为交易的筹码。我想要的，也不过是个正常女人的基本需求。不想交易，那就是想要感情。你不会幼稚到想用这个孩子，在他的生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吧？我只想留住一段，哪怕只是被私底下承认的感情，就这么可笑吗？刘彩琴，你也是一个在商场上打过滚的女人，任何感情的背后都有利益在支撑。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是在美国待傻了吧，才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啊！恰恰是离开了你们那个只有利益的世界，我才更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这个孩子不能让他出生，但是你可以用他换取更多的实际利益。你想让我去做引产？先不说我同不同意，你知道这么大的孩子做引产有多危险？哦，还是我危不危险，根本不在你的考虑之内。怎么可能呢，彩琴？我会给你请最好的医生，确保你的安全。然后你的账户上，我再给你打进200万美金。你是在为我孩子的命开价吗？我明确告诉你，我不接受。彩琴，听我去劝你，千万别意气用事。今天你不冷静，咱们就不谈了。你回去安静下来，好好的想想，想好了再来打赌。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这个孩子是我跟他之间最后的纽带。只要这条纽带连着，我和舒旺就永远不会结束。这个孩子我要定了，这个答案不会改变。嘿，别闹了，妈妈带你去超市哈。
Let me help you.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彩琪，彩琪，医生说引肠手术很成功，你没有生命危险，身体很快能恢复健康。这次意外伤害也丝毫不会影响你未来正常怀孕和生育。对于怀孕9个月流产的孕妇而言，你还算幸运。幸运？我的孩子呢？对于这起交通意外，我很遗憾。I'm so sorry。保险公司承诺赔偿你一切的经济损失。要是车主一直守在手术室外，直到你脱离危险，他才离开。我能看出他非常不安，再三表达自责和歉意。对于不幸损失了 baby， 他愿意个人赔偿20万美金给你。如果你不接受，他本人和代理律师愿意听取你方关于赔偿金额的任何报价。不是意外，不是他。什么？彩琪，你说什么？他撞我不是意外，让我流产了也不是他。What？ 你说什么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彩琪？最后一根线都被他们扯断了。他们杀死了我的孩子。彩琪，我知道失去孩子对母亲的刺激有多大，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不会离开你 ，OK？ I won't leave you, OK？ 出车。我们俩能谈一谈吗？上车。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不要怀孕了，更不要牵动妙言。这一切错都在我。我想知道，
除了您给我的这些个照顾，您还给过我爸什么其他的酬谢吗？没有，只有这些。我问您这些，不是想知道您给过我家里什么样的好处，而是想心里有数。万一有这么一天，我爸会接受多大的制裁？我们之所以大费周章，就是为了不要在账面和合同上查出任何问题。这点你不要有丝毫担心，一切都是在两国的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操作，万无一失。我必须100%的保证我自己的安全，更要200%的保证你父亲的安全。我担心的不是你们的手段，让我不安的一直是我的内心。舒畅，如果不是我亲眼见到、跟你接触，我真的想不到，在我们这个世界里，还有你这么纯洁的人。在我们的规则里，逐利是资本的本质，商人欲求先赢。现在谁不这么做？不这么做，谁又能在这个规则里生存下来？我跟你爸不过是按说这个道理，服从了这个规则的人。我感激他，拒绝了很多比我给的更多的诱惑，把这份信任托付给了我。那我怎么表达我的感激，回报他的信任？我不过是想让他的儿子，我未来的女婿和我的女儿，今后的生活更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链条上，这个规则里的人，不管是拿的还是给的，都心安理得，理所当然。为什么只有你是一个例外？因为我知道害怕。因为我也知道，再通行的潜规则，也只能潜伏于地下，无法正大光明。即便是所有人都这么做，也不代表它就是正确的，更不意味着这是真理。更何况还有法律。法律是我选择的终生职业，也是我的信仰。因为我相信，法治不是摆设，更不是附属于权力为权力服务的司法。舒澈，我真的非常欣赏你比我们这些脏了的成年人感情。但是你知道，你给我和你的父亲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也正是因为这些麻烦，反而让我更喜欢你。那好，那请您帮我处理几件事儿。你说，之前给我投钱的风投公司，有一个叫汉克斯的投资顾问，我跟他失联很长时间了。我想，您应该知道他的下落，您一定能找到的。请您转告他，让他联系我，给我个银行账号，配合我公司签署几份文件，共同完成所有风投资金的退还手续。还有一件事儿，我得告诉你，我要跟华龙终止合作。华龙给了我300万美金，有75万美金我已经交给了第三方公司，也是没有办法退回的。还有55万美金，是我公司在这个项目上的运营费用。最后还剩下170万美金，我会全部都退回给华龙。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华龙的副总 Tony 联系过了，我表达过我的诉求，但还是要麻烦你跟托尼打声招呼，他才不会继续跟我推诿。你是想
把我给你的照顾分文不取，完璧归赵。我不想我爸因为我失了脚，这些事情能帮我做到吗？如果你一定坚持，我可以。麻烦您了，是我给你添麻烦。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些。我走了。不坐我车一块走啊？不用，我想自己一个人走走。再见，程叔叔。苏澈，还有一件事，我们了结了这些麻烦，你是否重新考虑和妙英在一起？就当是一个爸爸替女儿在请求你。我不想做一个毁掉女儿幸福的爸爸。哎，开心！放开我！哎，放开！放开我！快报警！别报警！刘彩琪，你别闹了！如果警察这时候介入，移民这辈子都办不成了。孩子没了，要移民还有什么用？孩子没了，你还有2/3的人生啊！孩子没了已经是不幸了。你不要再制造不幸了，行吗？放开我！赶紧把刘姐带回家，找私人医生来看她是不是疯了。张伟，守在她身边。你给我等着！给我等着！守在她身边。苏澈，陪我去最近的医院。舒澈，爸呢？在里边。你来了，我就可以走了。他受了刀伤，医生正在给他缝合伤口。到底发生了什么？
刘彩琪为什么要这样做？苗阳，他们的肮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的世界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加丑恶。那你告诉我，我爸到底做了什么？我不想再被他们蒙在鼓里了。刘彩琪遭遇了一场车祸，导致流产。她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儿？第一次我们见到她跟鲁尼在一起的时候，她就已经怀上了。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车祸，1个月以后孩子就要出生了。不敢问这孩子是谁的，对吗？我爸的。除了刘彩琪，所有的人都是前段时间刚刚知道的。他们当然不会让这个孩子出生。所以这场车祸，虽然只是刘彩琪的猜测，但是你、我们都心知肚明，真相最有可能是什么？在我们的周围，还有1寸干净的地方吗？